你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就说，我想当跳球这样吗？还是老板看中你就觉得说，你有潜力，然后让你去当跳手这样子的职位？两个都有。但是老板到底会不会来当跳球，那是他的事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我们当下就是要当跳球。你们进去，你进去之后就要当跳球。你如果不当跳球，你在那边减鱼减8000块，你要减多久啊？你懂我意思吗？还是钱的问题啦。你都是钱的问题。还是钱的问题，你一定要当跳球啦。你可以想象哦，你可以想象在报道的，我15岁就去就学习当跳手。你可以知道15岁通常是什么样的求学阶段？国中毕业而已，其实是国中毕业而已。你要知道我是国中毕业就出社会。那你当初怎么会想说要进跳手？很有介绍，只有因缘际会而已。只是说想要找个工作，那时候工作那时候也才8000块而已。那当然有工作兼做再说。你想想看，15岁的孩子，不过现在国中生，你能想得多少？那时候就是很想赚钱，所以以我来讲，我还开过自行车，我当过房仲，都去学。开过自行车，当过房仲，当过药品的业务，但是我都是以主业跟兼职，这些都算兼职，主业还是跳球，这些只想要额外的多赚一点钱，是这样。渔船拿鱼来可以一样卖，一样抽是5%的金额，就今天不管卖多少钱，都抽你5%。是抽卖。他拿给我买，他当然想要卖高一点，可鱼贩当然想要买低一点。那其实身为跳球其最基本的，你就是要两方面都要平衡。你会想办法，我又要把它卖高，可你要，人家觉得你为什么特别要卖那么高？所以这中间要去取得平衡，那个价格，而不是说你要卖高就讲要卖高，所以它有一些技术在层面在里面。所以他们在卖真的在卖是卖很快的。就我的经验来讲，我只能说就有经验，它没有很明确的。那就有经验来讲，我算是旧时代的那个末的那时候，在我之后有没有人再进去学？如果要我算一下，15岁，你可以记录一下。我是1975年生的嘛，那我15岁是等于是1990年进去，然后1990，所以你再往后推个5年，再5年就再往后推5年，大概就是另外一个时代不一样了。那时代大概就开始不一样。我现在看，就像你们提到问到休假日啊，那都不同。那学习师徒制也不同。为什么时代那么重要？因为我们那个时代，你也不读书就是去工作，你不读书去工作就很简单。如果要开市的时候，当然门都打开，那接下来就换有人在那边跳舞。当我们准备要开始卖的时候跳舞，然后我们就会把秤啊、磅秤都准备在前面。那当然别人鱼贩就会知道你准备要卖的事情。那你们这个整个拍卖的过程大概是多久？每天还是每天不一样？我那年代那时候算是比较轻松的。大概3点半到4点开始卖，大概7点就会结束，只有3个小时。但是现在他们现在比较有的现在鱼市场经营时间，因为环境的关系，有餐厅。为什么现在12点1点就开始？因为为了餐厅业者，因为他们真的大概结束准备好12点1点他们进。以前也刚开始做的时候比较火，现在越来越多1点半。对，现在大约那边还有9点多就开始在卖了，时间越来早卖早收，以前可以做到大概早上7、8点，现在大概4点多4点半开始慢慢收，然后5点多就没有，5点多就没有，对，4、5点都没人了，那你这样早卖早收会就是跟家人时间比较长，因为毕竟以前我卖完之后也是一样啦，你早出门跟晚出门是一样，一样吗？时间差不多啦。
人活着是什么样子，鱼就会是什么样子。哦，你的脸血色，脸的皮肤是弹性的。当然是我们都不会去摸鱼啊。当我们说就去还在那边摸，这新不新鲜？看人绕不绕谱了，那我们一看就知道。小贩也慢慢少了餐厅业者，所以他现在来讲，要加入是变成溢价。有时候他只能在喊，跟没人去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喊的价格可能太高。或者喊很高，他知道等着跟你议价。或者说他很坚持这样，那就去搞活跃一样，78，所以大家觉得他价格只有80，不止你这边有，别家也有。所以你看看真正的小贩，他会一直跑来跑去，一直走，他在走什么？他比价，他会一直看，到你哪个价格，他自己心中有价，会抓得很准。他就一看的话，你开的价格比较高，所以丢去了就你在自己在开价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开到那个今天的市场价？你要自己抓，都在你心中。所以一进去你就大概有个价格在多少？会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每天一上班之前，其实我们都会有个习惯，我们一定比大家早上班嘛，会把今天渔获量有多少，我要今天卖的鱼要，比如说我今天卖的某种鱼，今天市场的量有多少，那我有多少时间可以卖？今天是不是假日？今天是不是有拜拜的日子？这都会影响。量不多，你很怕卖不完，你一开始很快就卖完。我一开始就知道，如果我知道你很快就卖完，我知道量就不多，你要那么快卖完，我可以慢慢卖。所以有时候节奏不一定要抢快。对，不一定要抢快，你要看所以你要了解整个鱼市场到货量，那种鱼的鱼的到货量有多少。鱼市场会有由丢去来看鱼要怎么放、怎么摆，鱼下来怎么下，因为那年代冰要怎么弄，我们都要去照顾它，保障它的新鲜度。所以我们会看，除了我们下货的时候下自己的货，我会看别人下什么货。你们在那边边下货边观察别人的下货。对，别人怎么下货，这时间就是这样，我们来看今天渔获量会有多少，什么样的鱼，谁下了什么鱼。那我会一开始就会决定说，今天要卖得快，卖得慢，当然各种因素在里面。在训练过程，你就每天在，不是说一开始就可以，每天像一下午有时间就是在练，你洗到背，找你找背。我现在不太会了，因为很久没喊了。要练到很熟，从2块开始加到5块到10块，它都是台语。你平常就是在练，你洗到背，一直练下去，要练到100，2到100，不间断，练得很顺。接着到5到100，现在10块加到200。照2、照3、照4、照5、照6、照7、照8、照9、照10、中间步我现在还不顺我现在很退步这个不顺真的很顺，是这样，很快。你只要完全练很顺，有一天你真的上去了，当天完全别再绕步要开始。那你有遇过那种就是鱼出来很罕见，你不知道是什么鱼的吗？也有啊，那个鱼里面它网丝抓起来，很多鱼你也不认识，有啊，怎么没有？很多啊，我也不敢说做那么久，我也不敢说全部的鱼我都认识哦，连我们老板都不敢说他全部鱼都认识的。你自己也知道鱼白种啊，有时候那野生的鱼那种真的，那时候什么我忘了，像南瓜、黄瓜那种野生的，我们那时候还有卖现在几乎都绝种了。像99出来之后，我还想说这到底是什么？那遇到不认识的情况怎么办？随便卖啊，真的是随便卖吗？就随便卖啊，然后会问啊，看能不能知道啊，没有就随便卖，真的是随便卖。
今天标一只鱼，它可能就是它有一个固定的价，就是好鱼跟坏鱼。那假设是500块，那他就会先定500。那通常来说都是向下，就是越来越便宜。那500是1斤的价钱，1斤就是600克，我们的克就是600克，0.6公斤。它一般都是往下喊，就是500开始，那可能就会480。然后470、460、450，那比如说会看每天的行情不一样，所以客人也会看，比如今天什么鱼比较多，然后他可能价格就比较差，所以像专业的人来，他就会先绕一圈，因为大概了解今天的鱼是比较多，那他心里就有预设价钱。就是它的缺点就在这里，它就是不能散卖，因为它这边是拍卖行，它不可能说一只给你，它就是一次要一来。对，那它一只的话，通常他就会说我们用包的，就是可能这一只鱼就1、2只，他就说我会用包，包的就是他喊的那个价钱，你可不可以同意？比如说150。就是说我现在就不算重量，我就是算这一篮就是对150，那你要不要？你不要是130、140，可能降到100，然后这个就会在100成交，大概是这样。卖得完才是最重要的。它快跟慢完全在当天的渔获量，这个快慢完全不在于说你看我刚刚有提到嘛，如果有3小时要卖，我们不会说赶快卖完1小时，然后2小时在那边量，不会，我知道我今天有3小时可以卖，我要去拿捏那时间，所以时间完全是由你自己掌控的，是非常自由的。对，是那时间点我决定这时间要卖什么鱼，有各式各样鱼，要从哪一个开始，要怎么卖，大概时间我们心里有个图案。心里会有出来。一拍卖完，我们要有一个本事，叫估估看。那你今天所有渔获卖完，来，老板就会问你今天平均价格是多少？不能落差超过5块，要在5块以内。最专业一定要在3块以内。你今天卖的价格那么多，让你只能凭你自己的经验哦。我们那时候不像我学这个学术应该有什么公式，没有。然后就说，你的心里要开始算，估看大概是几块。这是真的估得出来。5块以内是一定要的，一定要3块才算专业。你只估到5块，算可以，专业算3块。如果你卖的平均价格是100块的话，你大概估到97，或是103是这样。那你刚刚说就是你们大概以前就是3点到就下午进货，然后3到7点拍卖。那你们拍卖完剩下时间都在？就是我们的时间，所以我们习惯自由。7点之后就是我的时间，所以其实都算是一个蛮自由的行业嘛。非常自由的。对，为什么下班一起喝酒之类的？我是不会啦，有的人会，有人会让他们喝酒啦，或者小赌一下。小赌一下，不是我，那边的。而且我看你好像不太抽烟，但是现在太忙了。现在没有抽了，因为我没有抽烟啊，这边大家都会抽烟、吃槟榔、喝酒比较多。大部分大概7、8成，一般都会。有的人香烟、槟榔、酒抽那边喝当的是不是？所以你也是都不碰的那个？有啦，改了，戒掉。因为我们已经看到，像我们是没有劳保制度的，你要劳保基金法都是花自己的钱，也没有退休金的制度，都没有。你如果有退休金，你劳保自己加多少，以后就跟着我们现在政府劳保领，公司没有特别给你加劳健保，完全是靠自己。年纪到了真的有差，真的有差。可以，具体大概是？像你大概像我们现在来讲，尤其到大概过45过后之后，45过后之后，你真的很不喜欢半夜起床，可是你没有办法，因为我做的是商业的，我电话24小时是开的。那客人会问什么？有没有货？有什么？我要下订什么货？我马上就要解决。所以睡眠很不足。其实我睡眠很不足。那我有一些像我如果生病啊，
那医生就跟我讲多休息，我跟他讲状况根本办不到。职业病以这样来讲的话，我一般就会有的职业病，不要说我不算特殊，我算没有。我算没有。一般会有的职业病，你如果是喊的话，你的喉咙一定会长茧。久了之后，如果不会的话，那你要去别人去唱歌，你就是喝酒。为什么？你根本没办法唱，你真的没办法唱，你唱出来的声音不是你想要的，也不是别人想要的。然后所以这如果喉咙会有差，然后一般的人还会因为他常搬重的东西，他真的会，你看有人用护腰，我也是在找一个能够让男生养活家庭的一个持久的职业，起码10年到20把孩子养大的职业。我不认为跳去可以，因为它的里面变数大，后面不知道。那一直到我接触这个餐厅业者后，我就直接跟我太太讲，就是这个人，不用多说，就是这个职业。但是这个职业是因为我要做的事，那我现在做的教师是想做的事。跳去其实是这样你万一到了30岁 ，OK 啊，到40岁，到50岁，到50岁，不一样，你就真的只有这职业没有其他，甚至就这职业怎么办？好，你看，如果我现在做到50岁，我薪水要多高？猜猜看到那么高的时候，如果你看现在的环境，渔获量都减少，渔获量都减少，也没那么多货。可是我养一个7万的，我还是要养一个3万4万，所以现在在你看到的鱼市场那边过去垦妈店看到的，还真正还留住了老旧区不多了，其实不多了。基本上银行老板本身也是丢去出新的，所以我说当时我们那年代只要进丢去出新的，也不是开银行，大部分前期的都是开银行，所以银行越开越多。所以本身那个最早几乎也是丢去，所以他们是更懂的。由他们在教我们。了解。由他们在教我们。那到我们学会又不一样。是这样。目前是，因为我儿子现在国中而已，是没有想到那么多，是没有想到那么多，没有想到那么多来让他。没有啊，就等你啦，差你而已啊，等你来接啊。这个我们在传承的不像学术界一样，它一定有记录下来，其实都变成都口传，我们都师徒制，传授是吧？传授都是经验。我刚才聊到的是有点像以前的买办的感觉，就是卖茶买茶，然后买办当作原住民跟那个汉人之间的中介商。我觉得就是假如把这个比喻成这样的话，跳手身份有点像买办。大概是这样。那你们觉得，可能基隆的垦妈店鱼市场以后，他们引进这样子电子化的东西之后，跳手这个词汇会不会消失？电子化的话，比较像是用市场去操控，就是由当天市场去决定到底多或少。但是这就会有个问题，就是经济学上叫市场失灵嘛。当有市场失灵的时候，你的整个价格就会可能没有这么公平。但是跳手现在的职位有点像是，他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，他会把那个市场一直牵在一个合理的轨道里面，所以有跳手在的时候，他比较不会有，他比较像是不做过多管制的政府，他是负责平衡的那个，他负责去争取福利的那个，所以有跳手在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让整个市场机制其实可以更稳定的运作。就是我以为他们每个摊贩之间，就是跳手跟跳手之间应该会就是很交恶吗之
是因为是竞争关系还是什么，但是我后来就是到那边发现，就是好像比我想象中的感情还要好这样。就是比如说你问同班长儿子，就是说，什么这里很多人抽烟喝酒吃槟榔之类的嘛，然后他不就指着说这里哪里有哪一个很会喝酒的，每天都喝酒的那种。就他们感觉就跟彼此都蛮熟悉的。他们很了解彼此的状况，就算是在下班之后，是蛮酷的。没错，对，没错。我自己处理鱼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在处理之前，然后我就看那3条鱼，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对不起，然后我就在那个大一女的洗手台撸了很久，然后我就终于把它剖开了。然后剖完之后，虽然那个鱼腥味很重，但是就是突然有一种觉得我有跟鱼和平共处的感觉。